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2011年8月，一艘搭载着33名船员远赴东南太平洋淘金的渔船提前返港，船上却只剩下11名船员。是什么原因使得另外22名船员命丧太平洋呢？历时近2年的侦办和审查，原来是11人杀死了22名同伴，这就是震惊世人的太平洋大逃杀案。这里真实的上演了一场内讧、叛变、逃亡的经典戏码。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：血色航线真实版大逃杀鲁荣鱼2682。今天要讲起的这艘渔船名叫鲁荣鱼2682号，从2000年开始外海作业，隶属于山东新发水产公司，属大洋游钓船。2010年，随着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，海产品价格不断的上涨，原本批发价只有5到6元一斤的鱿鱼，已经涨到了9到10元。因此，很多渔业公司都转向了远洋捕鱼。在遥远的东太平洋秘鲁渔场盛产优质鱿鱼，山东新发水产公司盯上了这块肥肉。他们委派44岁的大连人李成全为鲁荣鱼2682号的船长，前往秘鲁、智利海域钓鱿鱼。由于船长远洋捕鱼经验不足，船长找来了自己多年的好友大副傅义忠和二副王永波，共同管理这艘远洋渔船。之后，他们又分别找来了自己的亲信轮机长温斗、大管轮王延龙、二管轮温密、厨师长老严、吴国志、江树涛、段志芳、崔勇、王鹏等人上船工作。领导班子有了，船员却不是很好招。由于远洋渔业出海都是以年为单位的，常年漂在海上，生活枯燥，很多正式船员都不愿意去。于是就有了很多中介公司，他们专门把一些内地的打工人员介绍到船务公司去工作。很多人连大海长什么样都没见过，一心想着出去见见世面，还能把钱赚了。就这样，通过中介公司，他们分批招来了刘贵铎、包德、丁玉民共21人。自此，鲁荣鱼2682号的人员就算配备齐了。但是这些船员除了领导班子有出海经验，其余的人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出海，没有经验，甚至连船员证也没有，都是黑户。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。人员齐了，接下来就是忙着检修渔船和准备海上所需的一切物资。此时却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。一天深夜，突然有人到处大喊：杀人了，杀人了，并跳下渔船向港口中间游去。后来他被船员救上来，当天就送回了家。原来这个人是在船上给大家做饭的厨师长，之前都还好好的。他家人说他的脑袋曾受过刺激，之后船长又找来了新的厨师长夏启勇。所有东西准备就绪。2010年12月27日，随着鞭炮声响起，鲁荣鱼2682号载着33名船员启程了。按照与公司签订的合同，船员们会在海上待足2年，1年的保底工资是4万5，提成按照1斤鱿鱼0.2元价格另算。而船员们每天负责的工作就是钓鱿鱼，然后装箱冷冻。刚出发时的船员对一切还都充满了好奇，每天在船上大家打打牌，天南海北的胡扯乱侃，日子还算过得开心。随着大家朝夕相处，船上的33名船员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小团体，分别是以船长为首的大连帮，以刘贵铎为首的东北帮，还有以包德为首的内蒙帮，还有一些与世无争的人。经过40多天的海上漂泊，终于在2月的最后一天，鲁荣鱼2682号到达了东太平洋秘鲁、智利海域。大家也都忙碌了起来，但捕鱼的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家的预期，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，有时甚至连续2天都不能休息睡觉。工作强度让很多人都有点吃不消。就这样坚持了2个多月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想干了。接着又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消息，说公司给他们的合同是骗人的，4.5万的保底工资是在1条鱼都没有钓到的情况下才给，一旦钓到鱼，船员们的工资则改为每人每月1000元，并加上每斤0.2元的提成。这里面钓鱼最多的刘贵铎，最多的一个月钓了13000多斤，他一算也才2600块钱，
加上1000块钱的工资，累死累活的一个月才不到3000元。此时，蒙古帮的包德找到了刘贵铎，说：“我俩去找船长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可船长没好气儿地告诉他俩：“是真的，不过你们也回不去了，你们船员证都没有，现在回去就属于偷渡。”包德和刘贵铎从船长那儿回来之后，越想越气，再也没有心思钓鱼了。他们2人最终打算，不如劫渔船回国和公司打官司去。2010年6月17日晚上11时，以刘贵铎为首的一伙人开始行动了。黄金波、王鹏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，江小龙看守舷梯，后与包德等人闯入船长室，将船长控制，并胁迫他利用卫星导航设定回国航线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劫船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彻底改变了船上所有人的命运。厨师长夏其勇是船长找来的，他听说有人劫船，提刀上来营救船长。他先遇到了看守舷梯的江小龙，两人打了起来，他们纷纷拿出刀子往对面身上捅。被旁人拉开后，刘贵铎冲了出来，拿刀捅进了夏其勇胸口。之后指挥其他人把夏其勇扔进了大海。夏其勇死了之后，刘贵铎派人把船长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全部看管了起来，同时还关掉了船上的卫星导航。在公司看来，鲁荣于2682在茫茫大海之中消失了。在夏其勇死后，船上也还相安无事。直到20多天后，伯夫军对刘贵铎说：“二副傅义忠要把劫船的这些人绑起来，想回去向公司邀功。”当刘贵铎进一步追问时，伯夫军却为二副说了几句好话。疑心重的刘贵铎认为他叛变了。2011年7月，鲁荣于2682号行驶到夏威夷以西海域，一不做二不休的刘贵铎把船上的音乐调到了最大声，以掩饰他疯狂杀戮的行为。他们分别将二副王永波、轮机长温斗、二管轮温密和追随他的船员岳鹏、刘刚、吴志国、陈国军、江富涛共8人杀害，并推向大海。当然，被怀疑叛变的伯夫军也在劫难逃。此刻的管理层就剩下船长李成全、二副傅义忠、大管轮王延龙了。就在疯狂杀戮的第2天，一名25岁刚毕业的大学生马玉超失踪了，应该是被吓得也跳海了。此时33名船员已有11人死亡，还剩下22名船员。24小时内相继9人被杀害，1人失踪，剩下的人都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。他们担心下一个被杀的是否会是自己。原来距离回国还有10几天的航程，突然的杀戮中断了计划。手握10多条人命，刘贵铎等人已经不敢回国了。他打算偷渡日本，而为了筹集潜逃日本的经费，他让其他船员通过船上卫星电话向家里要钱，并把钱汇到他的银行卡。这引起了包德的不满，他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团体，本想拉拢同为内蒙老乡的黄金波加入自己。可黄金波2面3刀向刘贵铎告了密，于是刘贵铎想先下手为强。此时船长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，主动要求加入东北帮。刘贵铎一伙人手上现在都已沾了血，为了考验船长的忠心，胁迫李成全亲手杀害了包德。而包德内蒙帮的其他人也被迫跳海。本以为事情发展到这儿也该结束了，次日清晨，突然有人找到刘贵铎说海底总阀被人打开，这意味着船有沉没的危险，并随后发现大管轮王延龙不见了。鲁荣于2682号不得不发出求救信号。正当大家忙着修补渔船时，大副傅义忠带着丁玉民、宋国春、龚学军坐着救生艇逃跑了。但命运弄人，就在刘贵铎看着他们越飘越远，气得破口大骂时，他们又顺着洋流飘了回来，还正好飘到了船的下方。刘贵铎命人拿来鱼坠砸向他们，最后4人也被迫跳海失踪了。此时的船已经无法正常运行，他们发出的救援信号也已被接收，而33名船员，16人死亡，6人失踪。可发出求救信号时说的是船上有15人，现在只剩下11人了。于是刘贵铎召集大家开会，把船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推到坐着救生筏逃走的大副4人身上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。4天后，
中国渔政118号船赶到事发海域，对鲁荣渔2682号渔船实施拖带作业，于2011年8月12日返回那个出发时满怀憧憬的石岛港。他们走下船，上了岸，警方立即实施了抓捕。次日，官方发布消息，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。直到2013年7月19日，案件最终审判，被告人刘贵铎、江小龙、李成全、刘成建、黄金波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；被告人王鹏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；冯兴燕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；梅林胜、崔勇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；向立山、段志芳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从第一个厨师死亡开始，每一个人都活在了死亡的恐惧之下。他们因愤怒而杀人，因同伙内讧而丧命，甚至一个猜忌、一个眼神都可能引发一场杀戮。在受害者家属痛苦发红的眼中，刘贵铎等人无疑是十恶不赦的恶魔。虽有水产公司跟他们签订的黑心合同，但社会上的不公也不是他们可以践踏法律、轻易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。置身事外，我们可以谈笑风生，但身处事端，我们是否也能恪守理智？是什么将人性的恶夸张释放？是极端的环境，还是人性使然？最后想问大家，如果你是鲁荣渔2682号上的一名船员，你又会怎么办呢？希望大家踊跃留言，共同讨论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